小兰，这是我送你们新婚的礼物。小月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真的不用这么破费。这个礼物你们都有份儿。老公，听月，这是一……小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兰兰，我最近不是被选美比赛选中了吗？主办方给我寄了好几版照片，我觉得拍的都不错。想着你怀孕，简叔哥肯定会对你的身材有意见，所以来帮帮你嘛。你给我出去！该出去的是你吧？自从你辞职在家，吃喝拉撒哪样不是靠我养着？没有我，你早就饿死街头了。所以呢，你现在是要跟他双宿双飞？你真龌龊！我和林天月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是啊，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你误会我了。好，我走。简叔哥，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哼，不用管他，一个没用的女人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看着吧，等她无处可去，还不是会回来？凭什么是我走？我没有任何错，要走也应该是他们走。不仅要让他们走，还要让他们净身出户。所有人都认为我楚岚是个被男人养的、被闺蜜宠的家庭主妇，可从一开始，裴简书和林听月的一切都是我给的。兰兰，你看到了吗？北区那个项目今天终于被我拿下了。我说过，不需要靠任何人，我裴建书照样能在这个城市立足。楚总，已经按您的指示把项目给裴总了，裴总完全不知情，以为是银行特批的。另外，环球太太选美比赛的赞助商已经谈妥，林听月的参赛资格也安排妥当。这个我1块钱卖给你了。那咱们就开门见山的说了，我需要你帮我跟踪2个人，我的丈夫裴建书和闺蜜林听月，我要你拍下他们私下相处的照片，越详细越好。目标关系确认。楚小姐，按常规离婚取证流程，您确定只要相处照片，不需要更直接的证据吗？比如亲密接触，甚至更过界的那种证据，在法庭上杀伤力更大。不需要。哦，只要证明他们频繁私下见面，存在超越普通朋友界限的交往就足够了。裴简书那个人极度自负且虚伪，他需要维持自己成功人士的体面。一旦这些照片出现在他的公司、他的客户面前，他的社会性死亡比法律上的惩罚更让他难受。明白了，攻心为上。简叔哥，你对我这么好，就不怕小兰知道了生气吗？上次我去送照片，她那个样子真是吓死人了。他敢？除了会做饭洗衣服，他还会什么？也是，上次我穿她的睡衣，大的都能装下2个我了。别提了，扫兴！当初要不是看他还算乖巧，能照顾我的生活起居，我怎么会娶她？现在看看，带出去都嫌丢人。不过说真的，她现在就是个累赘。可惜我现在还不能离婚，等我离婚拿到了赔偿金，一定要买一个比现在更大的别墅。到时候你想买什么都和哥说。至于楚岚，让她抱着她的锅碗瓢盆滚蛋吧。言语中对您的侮辱性极强，且表现出明显的亲密关系，证据已固定，随时可以收网。哟，楚岚，终于在外面混不下去，打算回家跟我承认错误了。晚了，我是不会轻易原谅你的。裴简书，要我道歉，你想得美。离婚？好啊，我早就受够你了。但你想让我净身出户，楚岚，你是不是还没睡醒？做梦！你想怎么样？想离婚可以，但财产怎么分，得按我的规矩来。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。这是银行的贷款合同，200万，还有这张是我签的民间电贷协议50万。这些债务我完全不知情，你是什么时候借的？这你就别管了，反正夫妻共同债务自然有你的一半。就在你离家出走这几年，为了维持公司的运转，我不得不借了这些钱。离婚后，这些债务我们1人1半，也就是说，你不仅别想拿走别墅，还得背上125万的债。裴简书，你无耻！怎么，怕了？怕背上这一身债，就别跟我提什么净身出户。楚岚，你最好想清楚，是乖乖跟我平分财产，还是背上这100多万当个老赖？裴简书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威胁到我？这笔账我们法庭上见。楚小姐，情况对我们很不利，法院极有可能会将这些判定为你们夫妻的共同债务。
你的意思是，这笔钱不仅会抵消掉您应得的财产份额，甚至可能导致您不仅拿不到别墅，还要背上这125万的巨额债务。裴简书此人十分歹毒，他想让你人财两空。不可能，裴简书只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小公司老板，他哪来的本事在短短几天内借到这么多钱？楚小姐，您看这里，借条上有他的亲笔签名和手印，完全合法。这里还有对应的银行转账记录，这笔民间借贷的转账方是一个叫张伟的个人账户。张伟，我们家从未有过姓张的朋友和贸易往来对象。裴简书那家空壳公司连半年的房租都快交不起，不会无缘无故借这么多钱去填窟窿。楚小姐，您的意思是，这笔钱他根本就没用在公司上。律师，给我彻查这笔钱的来源，这个叫张伟的人到底是谁？他和裴简书是什么关系？还有，我要裴建书公司从成立至今所有的详细账目，每一笔进账，每一笔出账，我都要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就不信他能把这出戏演得天衣无缝。明白。如果这笔钱存在虚假借贷或者恶意转移资产的嫌疑，我们就能胜诉。裴简书，你想玩阴的，那我就陪你玩到底。我倒要看看你这出戏还能唱多久。哟，这不是楚大小姐吗？怎么想通了？准备回来求我答应平分债务了？裴简书，你的戏演砸了，拿这些破纸来吓唬我！我告诉你，那些债务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你赖不掉的。白纸黑字，好一个白纸黑字！你所谓的银行贷款根本就是伪造的。还有这个所谓的民间借贷，出借人叫张伟。裴简书，你真当我查不到吗？张伟是你姑妈家的表弟，而且银行流水检查给你转账50万当天，你就通过另一张卡把钱全额转回给他了，这是恶意串通，伪造债务。你胡说什么？那是正常的资金周转，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血口喷人，证据都在这里。到了法庭上，法官自然会判断。你以为随便找个亲戚走个账就能让我背上黑锅？裴简书，你太高估自己的智商，也太小看我了。这还没完呢，你名下那笔突然多出来的50万，你以为是你凭本事赚的？怎么会知道？我父亲公司的财务已经查清楚了，那是你利用职务之便，伪造合同，挪用公款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现在不仅没办法让我背债，还得把你吞进去的每一分钱都吐出来。挪用公款、伪造债务，数罪并罚。现在该担心坐牢的人是你。关于楚岚和裴简书离婚纠纷一案，本院判决如下：准予原告楚岚与被告裴简书离婚。裴简书需将房车及50万存款归还楚岚女士，且裴简书强调的所谓夫妻共同债务与楚岚无关，应自己垫付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。裴简书，你我以后一拍两散，互不相欠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你们凭什么搬我的东西？这是我的家，楚岚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你的东西，你搞清楚，现在这家是我。裴简书，你是不是失忆了？这栋别墅的房产证上，从始至终都只有我楚岚一个人的名字，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我的婚前财产。你这是趁火打劫！趁火打劫？不，我只是在收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从一开始，这就只是我的家，而你，不过是一个借住的房客。现在，租期到了。我不走，除非你把那50万还给我，那是我的钱，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。那是赃款，是我父亲公司被你挪用公款侵占的赃款。警察很快就会来带走他们，连同你一起。楚岚，你别得意太早，离开了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这里是5万块，念在夫妻一场，算是我借你，拿着钱，永远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楚岚，你会后悔的。楚岚，等我翻身了，非把你踩在脚底下不可。你们别过来！裴简书，你小子躲得挺深啊，这鬼地方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，难为你这当惯了大少爷的人能住得下去。你们怎么亲自来了？快坐，那个我给你们倒水。少来这套！爷爷们今天不是来喝水的。上个月的利息8万，连本带利，今天到期，拿钱吧。你看，我是最近手头实在是紧，楚岚那个女人卷了我的钱跑了，我正在找她呢。只要找到她，少拿那个女人当挡箭牌。欠债的是你，签字画押的也是你。我真的没钱，再宽限几天就几天。宽限？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，
既然没钱，那就按规矩办事儿。弟兄们，给我上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还钱，我还钱。我还有一个朋友，他叫林听月，现在正在参加选美比赛，你们去找他，我给你们带路。这还差不多，走。听月，对不起啊。我还有一个朋友，他叫林听月，现在正在参加选美比赛，你们去找他，我给你们带路。这还差不多，走。听月，对不起啊。下面有请7号选手林听月小姐。你就是林听月吧？长得还挺好看，在这儿当明星呢。你们是谁？保安，保安，快来人啊！别喊了，我们是裴简书的朋友，他欠了100万跑路了，你是他朋友，这钱你替他还。裴建书，他不是好好开他的个人公司吗？怎么会欠这么多钱？而且他还在楚家的公司有职位啊，不可能会去借高利贷啊。他说了，钱都花你身上了，这选美比赛也是他掏钱给你报名的。既然如此，你替他还钱天经地义。我不认识什么裴建书，是他骗了我，是他带人来毁了我的比赛。少废话，拿不出钱，今天这比赛你也别想比了。由于突发状况，经组委会决定取消7号选手林听月的参赛资格，请保安维持秩序。裴建书，都是你的错，是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恨你！精彩，实在是精彩。林听月，这就是你的好朋友裴简书，为了自己可以出卖任何人。裴建书，都是你的错，是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恨你！精彩，实在是精彩。林听月，这就是你的好朋友裴简书，为了自己可以出卖任何人。放开我！我真的没有钱，都是裴建书骗了我，是他欠的钱，跟我没关系。少废话，找不到裴简书那个王八蛋，就拿你抵债，多少能抵点利息。住手！哼，这又是哪儿冒出来的？你又是谁？少管闲事，小心连你一块收拾。冤有头债有主，欠你们钱的是裴简书，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算什么本事？传出去也不怕道上的人笑话你们没种。楚兰姐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知道错了，晚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，救救我吧！当初你拿着那些照片羞辱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裴简书欠你们的钱1分都不会少，但我会让他自己还。你们找他比找这个女人有用得多。说的轻巧，那孙子带我们找到林听月之后，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，电话不接，人找不到，我们上哪儿抓他去？别急，他现在身无分文，跑不了多远。这是我律师的电话，明天上午9点去这里找他。记住，别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女人。他现在身无分文，跑不了多远。这是我律师的电话，明天上午9点去这里找他。记住，别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女人。我错了，大哥，我有钱，我真的有钱，我有工作。你那破空壳公司都倒闭了，连员工都把你扫地出门，你还有什么工作？少拿这种鬼话糊弄我。楚氏集团，对，我还是楚氏集团的高级项目经理，只要我回去上班，马上就能拿到高额的薪水和奖金，到时候连本带利还给你们。再宽限我1个月，就1个月。裴建书，你以为我们离婚之后楚氏集团还会容纳你？以你的能力根本就不配通过面试。你当初能进入公司挂闲职，自己去外面开公司，全靠我跟父亲求情。楚兰，都是你害的，是你把我逼到绝路的。你等着，等我回了楚氏集团，有了钱有了势，我要让你跪下来求我。我等着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。裴建书，你以为攀上楚氏集团就能翻身？可笑，我也要让你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。我等着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。裴建书，你以为攀上楚氏集团就能翻身？可笑，我也要让你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。你们凭什么听我的旨？我不服，我要申请劳动仲裁告你们。楚兰，怎么会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楚总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部门之前停职的经理裴建书，我现在立刻马上开除他，这就让保安把他赶走。没事儿，忘了告诉你，我是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，也是新任董事长楚兰。放开我！我是副总，我是副……楚兰，你骗我！你不得好死！这不是裴经理吗？他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？听说就是他对接甲方不做背调，结果害得公司白白亏损了好几百万呢。我看新闻，好像他还是个渣男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怪不得能到公司来，原来是攀上大老板了。一个小三而已，别以为自己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
什么破门？开门！这人疯了吧？这里是江城首富楚家的住宅，安保系统是出了名的严格，他居然还敢硬闯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楚氏集团唯一继承人，他竟然是……安保系统是出了名的严格，他居然还敢硬闯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楚氏集团唯一继承人，他竟然是……哪来不长眼的挡路，真晦气！你们看他摔了个狗吃屎呢！你们说话放尊重点，他们也是人，和我们并没有区别。兰兰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原谅我吧。裴简书，兰兰，我错了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原谅？你看不起全职太太，还羞辱我的年龄和长相，现在还有脸来这里和我求复合？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任何可能了。离婚协议我会寄给你，如果你还有地方收的话。楚兰，你够狠，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吧！楚兰，你不得好死！谢谢你救了我游走，或者称你为小乞丐。你很聪明。兄弟，谢谢你不要的房产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你的新邻居尤斌，也是你未来的合作伙伴。合作愉快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你的新邻居尤斌，也是你未来的合作伙伴。合作愉快。这是我先看到的。滚开！老子看到了就是老子的。松手！你干嘛呀？老板，楚家最近安保系统很难突破，我们找不到机会下手。楚兰，我们走着瞧。你说你能搞垮楚家，还能帮我得到楚兰？是老大，他一向听我的，只要我约他出来，到时候我们把他迷晕带走，再把这件事情宣扬出去。嘿嘿，他家里面为了面子，肯定会接受联姻的。你确定？我拿我的性命担保，只要你能帮我拿回属于我俩的婚内共同财产，楚兰就是你的。好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鱼儿上钩了。鱼儿上钩了。兰兰，虽然手续办了，但毕竟夫妻一场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哪怕只是吃个散伙饭？裴简书，别演了，你口袋里的手帕是想让我像上次一样意外晕倒？你以为我真会任你摆布？你想害我的心思，从你提出散伙饭就露馅了。楚兰，你放开我！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给你一次赎罪的机会。老大，人我给您带到了，按我们说好的，好好教训他，毁了他的名声。我先撤了，做场好戏。放心，裴老弟办事靠谱，这活我肯定给你办得漂亮。楚大小姐，落我手里就别断架子了，今天就让你彻底身败名裂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别伤害我！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，这荒郊野岭的，没人能救你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别伤害我！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，这荒郊野岭的，没人能救你。没人救我，我不过是顺水推舟，故意让他把我绑来，好将你们一网打尽。什么？你是故意的？你居然套路我们！从他掏手帕的那一刻，我就看穿了你们的阴谋，假意配合你们演戏，就是为了坐实你们的全部罪证。裴建书，你居然拖我下水！你本来就是个弃子，我也没办法。下不为例，不要再犯了。明白，我一定不会了。楚兰，我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的。林听月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以为是流氓。裴建书，你个混蛋，都是因为你我才变成这样。想翻身就闭嘴。
是楚岚把我们害成这样，我们联手让她也尝尝跌入谷底的滋味。裴剑书，你个混蛋，都是因为你我才变成这样。想翻身就闭嘴！是楚岚把我们害成这样，我们联手让她也尝尝跌入谷底的滋味。这么长时间，我还没来得及谢你。当初要不是你的小区，我也没有机会白手起家，拥有今天的一切。不客气，助人为乐罢了。上次宴会的事情，我也要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，可能我前夫已经得逞了，咱们也不一定还能在这里说话了。你前夫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裴剑书。当初我也想过，如果早点看清裴剑书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一切？其实现在也不晚。楚岚，我……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兰兰姐不好了，您的父母怎么了？去参加慈善会的路上出了车祸，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呢。兰兰姐不好了，您的父母去参加慈善会的路上出了车祸，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呢。楚小姐，楚先生目前还没有脱离危险期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全力抢救楚先生的。爸，都是我的错。楚小姐，根据现场调查的情况，您父亲的车被人做了手脚，我们调取了几个路口的监控，在监控录像里拍到了裴简书和林听月，您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吗？裴锦书、林听月，他们一个是我的前夫，一个是我闺蜜，离婚后想要掏空我的财产，我没让他们得逞，所以要报复我。楚岚女士，您先别激动，情况我们已经了解，我们已经在出城路上布下关卡，医院这边也有专人保护老孙，一定不会让他跑掉的。多谢你们，警察同志。再快点啊！再快点！我不想被抓到，不想被……这已经是最快了。裴剑书，你干什么？再见了，蠢女人。裴剑书，你干什么？再见了，蠢女人。我被抓了，你现在满意了？你今天遭遇的一切，都是你之前作恶的报应。警方本就该将你和裴简书绳之以法。报应？狗屁！楚岚，凭什么你生下来就是有钱的上等人，而我只能捡你吃剩的垃圾？我从来都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高人一等过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你的真实身份？耍我们很好玩吗？伪装的和我们一样，是在可怜我和裴简书吗？我从未有过这种想法，我也不觉得普通人有什么低人一等。只是每一次我想和你们说清楚，你们都没有给我机会，反而用其他事情无视我、打击我。那又怎样？谁让你蠢？大学的时候，裴简书最开始追的人其实是我，是他求我说你家有钱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他就能少奋斗20年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拿着这笔钱离开这个地方。大学的时候，裴简书最开始追的人其实是我，是他求我说你家有钱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他就能少奋斗20年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拿着这笔钱离开这个地方。他从来都只爱你家的钱，他还让我跟你做闺蜜，就是为了一起掏空你。楚岚，你这辈子只配得到我挑剩下的男人。听月，曾经我是真的把你当朋友。裴剑书跑之前说了，他要去看看你爸他亲爱的老丈人。楚岚，你失去了一切，什么都没有得到，我才是赢家。有病，快去医院！裴简书在医院里要对我爸下手。老东西，都是因为你们家有钱，有钱了不起啊！你的好女儿把我害得好惨，你替你女儿偿还吧。都是因为你们家有钱，有钱了不起啊！你的好女儿把我害得好惨，你替你女儿偿还吧。叔叔已经没事了，警方及时赶到，已经将人救下。我爸已经被你弄进 ICU， 你还不放过他？可惜就差一步。楚岚，你等着，我就算是下地狱也不会放过你的。
兰兰，以后我会用生命去爱你。我也是。我当时以为这一切终于能滑下剧本，可谁知老天爷竟然又给了裴简书一次机会。楚兰、尤斌，你们等着，这笔账我会连本带利，一点一点讨回来。楚兰、尤斌，你们等着，这笔账我会连本带利，一点一点讨回来。哟，这不是我的初中老同学楚兰吗？楚兰，今天我和米米大婚，你们穿成这样，是来扫大家兴的吗？今天陆迷结婚，我们自然是来送祝福，只是你们的待客之道也太过狭隘了。我不需要你们的祝福，请立马离开。陆迷，你确定要嫁给他？怎么，我嫁谁还要问过你的意见不成？确实不需要问我的意见，你说是吧，前夫哥？怎么，我嫁谁还要问过你的意见不成？确实不需要问我的意见，你说是吧，前夫哥？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你没结过婚吗？米米，你听我解释。保安，还不快把这两个人赶走！我看谁敢动！各位江城的商界同仁，今天既然来了，就请大家看个东西。我是楚兰，楚氏财团执行董事长，这位是我的丈夫尤斌，楚氏财团总裁。楚氏财团是从楚家脱颖而出的那个楚氏财团，那可是资产万亿，凌驾于江城所有家族之上的存在啊！这不可能！你明明……我明明什么？我们楚氏家风向来低调，裴简书你应该最清楚不过。倒是你，以为娶了陆家千金就能掩盖你那肮脏的过去吗？裴简书3年前因故意伤害、故意杀人未遂等被警方逮捕，而后判了7年有期徒刑。陆迷，你嫁的可是一个坐过牢的潜在杀人犯啊！裴简书，这是真的吗？不，那是诬陷！明明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是裴家少爷。楚兰，你害我！那是诬陷！明明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是裴家少爷。楚兰，你害我！爷爷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裴简书他是骗子。谁敢动我的孙女婿？爷爷！楚董、尤总，虽然简书有错在先，但他毕竟是我陆家选中的人。今天看在老夫的面子上，此事就此作罢。陆老爷子好大的威风！警方通知过我们，裴建书在出狱后仍有暴力倾向，狱中多次打伤狱警和医生，还进行过心理辅导。陆老爷子，您确定要把亲孙女往火坑里推吗？那又如何？你们有证据吗？空口无凭。裴简书是我陆家的孙女婿，裴家少爷，江城有名的青年才俊。仅凭几张不知真假的图片，我看谁敢在我的婚礼上抓人？裴简书是我陆家的孙女婿，裴家少爷，江城有名的青年才俊。仅凭几张不知真假的图片，我看谁敢在我的婚礼上抓人？陆老爷子可搞清楚，我们是帮你揭穿了他的真面目。我吃过的盐比你们走过的路都多，什么时候需要你们教我怎么看人了？那您更应该知道裴显书是什么样的人了。我当然知道，楚董、尤总，裴简书是洗心革面的好孩子，只是被小人，也就是你们恶意诬陷。楚兰、尤斌，听到了吗？陆老爷子一句话就能让我安然无恙，你们这点手段也想扳倒我？陆老，好手段。楚董，年轻气盛是好事，但在江城要学会低头。陆老爷子，今日之事我们记下来，祝陆小姐和裴公子新婚快乐。这笔账我迟早会算清楚。且慢。
这笔账我迟早会算清楚。且慢，来者是客，在我们陆家没有赶宾客走的道理。是啊，好好看看我离开你现在过得有多好。正好留下来看看陆家到底在搞什么手笔。好，那我们就领了老爷子这个钱，不走了。咪咪，过来。爷爷，我不嫁了，他是个骗子，他连累陆家，他还……混账东西！事到如今，你说嫁就嫁，说不嫁就不嫁。你肚子里怀着裴家的种，不嫁给裴锦书，你要嫁给谁？你要让整个江城看我们陆家的笑话吗？咪咪，别闹了，现在我是陆家的人，也是你的人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我会对你好的。各位来宾，经过一段小插曲，婚礼继续进行，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我裴简书愿意娶陆迷为妻。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我裴简书愿意娶陆迷为妻。今日家丑，让各位见笑了。不过，既然误会解除，喜事还是要办。简书啊，爷爷，既然进了我们陆家的门，就是一家人了。之前你在公司只是个挂名顾问，如今身份不同了，陆氏集团的重要事务，以后就由你来打理。谢谢爷爷信任，孙婿一定鞠躬尽瘁，绝不辜负爷爷的期望。爷爷，你不能把公司交给他，他会毁了陆家的。闭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把公司交给一个通缉犯，这陆景文是老糊涂了吗？不，陆景文一向老谋深算，他这么急着把权力交给裴简书，说明裴简书的价值对他来说没那么简单。你是说裴简书背后一定有陆景文不得不保的理由，甚至裴简书对他来说有什么不可替代性？既然硬碰硬不行，那我们就从长计议。尤斌，查，给我把裴简书的老底，还有他和陆景文之间所有的资金往来全部查清楚。好，这次我要让他们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。给我把裴简书的老底，还有他和陆景文之间所有的资金往来全部查清楚。好，这次我要让他们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。裴总，关于城南那块地的开发案，按照公司流程，我们需要先进行可行性评估。评估个屁！流程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我说了，这个项目我要亲自抓，3天内必须启动资金。裴总，3天时间太短了，而且这笔资金数额巨大。财务部那边我自然会打招呼。怎么？你们是在质疑我这个总裁，还是在质疑陆董事长的决定？小美女，时代变了，以前你们听陆景文的，现在得听我的。不想干，现在就滚！我不是说过你进来不用敲门吗？裴总，您现在可是陆氏集团的大总裁了，人家怕耽误你工作吗？工作哪有你重要？裴总可真会说话。看着我心情好的份上，今晚请你吃饭。可是这样会不会耽误你陪老婆呀？我出去应酬怎么了？云顶天空可是我和客户谈生意有名的饭店。走走，叫上大家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云顶天空可是我和客户谈生意有名的饭店。走走，叫上大家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裴简书，你怎么又喝酒了？喝酒怎么了？我们今天有饭局。你答应过我不再喝了。烦不烦啊？在外辛苦一天，回来还要听你唠叨。陆迷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别给我心烦。
怎么样，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我拜托朋友帮我拦截破译了陆景文的机密文件。陆景文这个老狐狸果然留了一手。你看这里，裴简书上任这3天，以项目开发的名义，从陆氏集团抽调了300万现金的，但这笔钱并没有流向项目方，而是通过10几个空壳公司，最后流向了一个海外账户。这个海外账户的主人是？虽然做了多重加密，但我还是追踪到这个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就是陆景文本人。好一招金蝉脱壳！陆景文利用裴简书这个傀儡，疯狂掏空陆氏集团的资产，把坏账和债务留给裴建书，自己则带着钱准备跑路。裴简书以为自己是总裁，可笑，他只是陆景文的一把刀，一把用完就扔的废刀。坏账和债务留给裴建书，自己则带着钱准备跑路。裴简书以为自己是总裁，可笑，他只是陆景文的一把刀，一把用完就扔的废刀。裴总，不好了！银行那边发来通知，说我们集团的贷款到期，要求提前还款，否则就冻结公司账户。什么？提前还款？还是300万？我哪来的钱？陆景文不是说过会安排过桥资金吗？陆董事长说，他说这是您的决策，让您自己想办法。妈的老东西，他这是要坑我！陆小姐，检查结果很明确，你身体一切正常，没有任何异常症状。之前你说的恶心、嗜睡、生理期紊乱，都是长期精神压力过大、过度焦虑引发的内分泌失调，属于心理压力导致的生理反应。只是压力大，怎么会？裴建书一直说我是怀孕了。长期处于高压、焦虑的状态，很容易出现这种类似身体异常的反应。调整心态、规律作息就会好转。另外，妇科检查显示你并没有任何怀孕的迹象，只是压力，我还是……另外，妇科检查显示你并没有任何怀孕的迹象，只是压力，我还是……我和裴简书真的没有任何关系。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兰兰，收到一个最新消息，是关于陆迷的。怎么了？陆迷刚去了医院检查，查出之前的身体不适只是压力过大导致的内分泌失调，而且他根本没和裴建书有过实质接触。现场的人说他激动的当场哭了，还反复确认检查结果。这就有意思了。陆景文逼着清白的陆迷嫁给一个坐过牢的人渣，还故意误导他。裴简书照单全收，这出戏越来越精彩了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是不是想通了，准备跟我道歉了？裴建书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陆景文把你嫁给我，就是让你安分守己，帮我稳住位置。你以为你说离婚就能离？离了我，你陆家也没好果子吃。我和你之间从来就没有任何实质关系，你不过是陆景文用来挡债利用的棋子。你说什么？医生已经查出来了，之前我身体不适，只是长期压力大导致的内分泌失调，你却故意误导我，目的就是稳住这桩婚事。裴简书，我和你从头到尾都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没有任何牵扯。你居然和那个老东西一起坑我！我就说陆景文为什么急着把你嫁给我，就是为了让我给他背公司债务上的锅。你们陆家没一个好东西，想离婚没门儿！我是不会让你如意的，陆明，我要让你们陆家鸡犬不宁。建叔，明天董事会上有人要弹劾你，你准备好那份虚假的财务报表了吗？爷爷，报表准备好了，不过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楚兰，裴建书要动手了，他想把那些亏空赖在陆家旁系头上，彻底清洗陆家势力。不行，不能让他得逞，立刻通知媒体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妈的，敢背着老子联系律师！我告诉你，想和我离婚门都没有！你爷爷在商场上坑我一次，我就打你一次。陆米，我警告你，别想着逃跑，敢跑我就弄死你！您所拨打的电话无法。既然你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喂，是楚兰姐吗？我想见你。您所拨打的电话无法。既然你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喂，是楚兰姐吗？我想见你。楚兰姐，我知道以前是我对不起你，婚礼那天我不该那样对你和姐夫，但我现在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你想让我帮你什么？帮我离婚，我要离开裴简书，离开陆家。离婚容易，但你是陆家独女，陆景文是不会放过你这么好用的联姻工具的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能提供裴简书挪用公款、职务吞占的确凿证据。我有，我们家里有个保险柜，密码是他自己的生日，里面有他所有的转账记录和陆景文的密信。很好，陆明，记住，
这是你唯一翻盘的机会。陆明，给我出来做饭。人呢？不会真跑了吧？无所谓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对了，陆景文那个老东西居然想让我背黑锅，哼，我早就留了后手。这个 U 盘里有陆景文海外洗钱的证据，要是他敢动我，我就把他交给警方。这个 U 盘里有陆景文海外洗钱的证据，要是他敢动我，我就把他交给警方。头好晕，得去休息一下。上车。尤总，求求你们，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陆迷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交出这些，陆家就彻底完了，你也再无退路。从我爷爷逼我嫁给那个疯子的那刻起，陆家对我来说就已经是地狱了。楚兰姐，动手吧，我要亲眼看着他们下地狱。太好了！这个 U 盘里不仅有陆景文洗钱的证据，还有裴振书挪用公款的详细账目，这就是他们的催命符。通知公关部，准备全网直播，明天就是陆氏集团的忌日。这就是他们的催命符。通知公关部，准备全网直播，明天就是陆氏集团的忌日。今天叫大家来，就是为了宣布裴简书将全权负责集团资产重组，以后陆氏的一切事务由他说了算。怎么会这样？既然没人反对，那就签字吧。以后跟着我裴总，哦不，裴董混，保证大家吃香喝辣。裴总好大的口气，陆氏集团的资产什么时候姓裴了？楚兰，你来干什么？谁给你的胆子来我陆氏集团撒野？保安，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！我看谁敢动她！各位股东，今天我想请大家看一场好戏。这个 U 盘里有陆景文海外洗钱的证据，要是他敢动我，我就把他交给警方。这是假的，这是 AI 合成的。楚兰，你陷害我！假的？那这份警方刚刚出具的立案通知书也是假的吗？裴建说，你挪用巨额公款，勾结陆景文做空陆氏，证据确凿。那这份警方刚刚出具的立案通知书也是假的吗？裴建说，你挪用巨额公款，勾结陆景文做空陆氏，证据确凿。陆景文，你涉嫌巨额诈骗，现依法对你进行逮捕。废物，都是你这个废物连累了我！别过来，都别过来，我不会跟你们走的。裴简书，你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变。陆景文已经被抓，你大势已去，跑不掉的。跑不掉？大不了就鱼死网破。裴简书，有事好商量，证据可以交给我们，你主动配合，还能争取从轻处理。放开我！你们别过来，我不会服的！别动，老实配合。爸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医生说你的各项指标都在好转。好多了，能看见你比什么药都管用。爸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医生说你的各项指标都在好转。好多了，能看见你比什么药都管用。爸，您能恢复，我和兰兰都特别开心。坐吧。刘斌啊，你年轻有为，做事沉稳，有你当兰兰的后盾，爸放心。爸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兰兰当初是我的恩人，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我很爱她，而且工作上她真的很优秀，在公司力挽狂澜，处理裴简书留下的烂摊子，手段果决，我们都很佩服。兰兰，这次爸爸是真的老了，一场车祸让我看清了很多事。以前总觉得你太柔弱，不适合接手家族生意，现在看来是我看走眼了。爸，您别这么说，以前是您为我遮风挡雨，现在该换我来为您，为楚家撑起一片天了。爸，这是最近公司的财务报表和几个重要项目的进展报告，兰兰已经处理得非常妥善。裴建书挪用公款造成的资金缺口
我们也已经通过新的融资渠道补上了。不用看了，兰兰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从今天起，楚氏集团的一切事务全由你负责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我知道你不会，这个家，这家公司，以后就是你的了。从今天起，楚氏集团的一切事务全由你负责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我知道你不会，这个家，这家公司，以后就是你的了。躺了这么多天，也该出去活动活动，呼吸新鲜空气了。我知道你们有事要商议，就先不耽误你们了。护士，走吧。我们的楚总，恭喜你。是啊，新的开始，不过责任也更重了。刘斌，以后公司的事情也要多靠你费心了。我会全力以赴，做你最坚实的后盾。喂，我是尤斌。什么？确定消息属实吗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和楚总反映的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刚刚收到消息，裴简书因为证据不足被取保候审。什么？听说是一个做国际贸易的大佬，出了大价钱为裴简书平息所有债务和欠款。他的具体身份还在查，而且裴简书出狱后并没有回原来的住处，现在行踪不明。行踪不明？我们要不要加强安保？我怕他会对你不利。怕？我楚岚从来不知道怕字怎么写，他想玩我就陪他玩到底。不过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你安排几个人暗中留意一下公司的动向，还有保护好爸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不过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你安排几个人暗中留意一下公司的动向，还有保护好爸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你说，现实中的爱情真的能像电影里那样至死不渝吗？毕竟电影把苦难都美化了，而我们经历的……以前的我不信，但遇到你之后，我信了，因为是你让我觉得活着不仅仅是为了生存，更是为了守护。只要你在，哪怕是地狱，我也能走出花路来。刘斌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没有放弃我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，从地狱走到这里。傻瓜，不许说这种丧气话。以前的路太黑，我们走得跌跌撞撞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以后的路还很长，我们会去很多地方，看很多风景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我们走不动为止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以后的路还很长，我们会去很多地方，看很多风景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我们走不动为止。进我们。进未来。抱歉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什么？确定了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警局那边刚刚传来的消息，找到裴简书了。好，那我们赶紧动身。裴简书，这一次你我之间终于要有个结果了。该死的，困在这里已经5天了，难道天真要亡我裴简书？不好，怎么是他？难道天真要亡我裴简书？不好，怎么是他？楚岚，他竟然敢跟警察一起来抓我！当初我把你逼得走投无路，现在你倒是学会狐假虎威了。好啊，真是好得很。既然你不念旧情，非要赶尽杀绝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所有人注意，有情况！谁在那里？出来！该死，被发现了！啊！快，那边，在那边，别让他跑了！在那边，别让他跑了！
裴简书，你跑不掉的！去你妈的！站住，别动！你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，束手投降吧。裴简书，你涉嫌多项金融诈骗，我们已经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，现在所有证据已坐实，你逃不掉的。什么不可能？你们在骗我！结束了。你伪造的邮件、篡改的合同、转移赃款的路径，我们和警方早就全部掌握了。你欠下的债该还了。裴简书，伏法是你唯一的出路。伏法？要我收手做梦？出来！我告诉你们，不可能！裴简书，你踩着无数人的血汗往上爬，那些被你们骗光积蓄的老人，那些跳楼的投资者，你有想过他们吗？等成王败寇，楚岚，这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，你也在商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不会不知道。楚氏集团这些年踩过的线、压过的人，应该也不少吧？我们楚氏集团向来正规经营，每年也做过大大小小无数场慈善，也成立了帮助弱势群体的基金会。你之前向警方提交的楚氏集团非法经营的证据，不过是些断章取义的聊天记录和伪造的邮件。我们已经请了第三方审计，所有问题都指向你个人，你等着坐牢吧！闭嘴！我叫你闭嘴！我们已经请了第三方审计，所有问题都指向你个人，你等着坐牢吧！闭嘴！我叫你闭嘴！别过来，都别过来！我不会跟你们走的！裴简书，你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变。陆景文已经被抓，你涉嫌的金融诈骗、洗钱证据确凿，你大势已去，跑不掉的。跑不掉？哼！我告诉你们，我手里还有陆景文转移资产、勾结境外人员的隐秘证据，都藏在这附近。你们要是敢逼我，我就把证据全部销毁，再跟你们拼了，鱼死网破！裴简书，有事好商量。那些证据对案件审理至关重要，你主动交出来，配合警方调查，如实供述所有罪行，还能争取从轻处理。这比鱼死网破对你更有利。你已经无路可逃了，与其做无谓的抵抗，不如主动配合，至少还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。放开我！你们别过来！我不会服的，我不能跟你们走！别动，老实配合，抗拒从严，主动交代才能争取宽大处理。放开我！不可能！我明明还有证据，你们不能抓我！裴建书，你所谓的证据，我们和警方早就已经掌握，你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你藏在山谷里的证据，警方已经派人去搜查，很快就会全部找到。不可能！我藏得那么隐蔽，你们怎么会找到？你以为你的行踪是隐秘的？从你潜逃到山谷开始，我们就一直在追踪你的轨迹。你藏证据的地方早就被我们锁定了。你闭嘴！楚岚，是你害我的！放开我！我不会放过你的！楚小姐，尤先生，这次多亏了你们提供的协助，要不是楚小姐刚才的冷静应对，成功拖住了时间，我们还真不好收场。您客气了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裴简书能落网，还要多亏了你们坚持不懈的追捕，才能将他绳之以法。我们的人民警察就是我们的守护神，维护正义，人人有责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次行动非常成功，才能将他绳之以法。我们的人民警察就是我们的守护神，维护正义，人人有责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次行动非常成功。裴简书涉嫌多项重罪，这次他插翅也难飞了。回国后，他面临的将会是正义的审判和公理的严惩。裴建书，好好在里面反省吧。终于结束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们回家。回家。裴建书，我来送你最后一程。楚岚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是来告诉你，正义得到了伸张，陆景文已经被判了无期，林听月也从女子监狱里期满出狱了，而你裴正书也终将会受到法律的正义审判。求求你了，兰兰，我错了，求你救救我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裴建书，你犯下的罪行应该由你自己承担。那些被你害过的人，哪个不无辜？你在伤害别人的时候，有想过放过他们吗？我是有错，可是凭什么你们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那些被你害过的人，哪个不无辜？你在伤害别人的时候，有想过放过他们吗？我是有错，可是凭什么你们一出生就含着金汤匙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出身或许将我们抬高到了不属于我们的高度，但是裴建书，
出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切，无论是我还是游兵，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一路拼搏奋斗出来的，不劳而获没有好下场。爷爷，裴简书，你我之间早已没有任何关系，不必再喊我爷爷。我陆家没有你这样触犯法律、屡教不改的人。怎么吃不惯这里的饭？既然犯了法，就要接受惩罚，学会遵守规矩。遵守规矩？我落到这步田地还不是拜你所赐？当初是你哄骗我，替你背黑锅，我才会走到今天。事到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当初是你自己贪图陆家的资源。当初是你哄骗我，替你背黑锅，我才会走到今天。事到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当初是你自己贪图陆家的资源，想要一步登天，才答应替我做事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后果自然要你自己承担。没有陆家，你根本没机会接触到上层圈子，更别说拥有曾经的一切。现在在这里怨天尤人，只会显得你更无能。程丹，我替你扛下了本该属于你的罪责，你却在这里轻描淡写。成王败寇罢了。你自己守不住到手的东西，反倒来怪我。做人要认清楚自己的分量。陆先生教训的是我以前急功近利，不懂事儿，以后在狱中还得请您多提点。这就对了，在狱中安分守己，好好改造，或许还有减刑的机会。别再胡思乱想，自寻麻烦。这就对了，在狱中安分守己，好好改造，或许还有减刑的机会。别再胡思乱想，自寻麻烦。裴简书和陆景文均因多项经济犯罪被法院依法判处无期徒刑。在确凿的证据面前，他们试图通过伪造证据、散播不实舆论干扰司法的行为，反而让他们失去了从轻处理的机会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任何试图挑战司法公正的行为都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哎，兰兰回来了。爸，你又想妈妈了？是啊，快到春天了，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她。她走的时候啊，躺在病床上，浑身插满了管子，我心疼她，她还笑，安慰我说一点都不疼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她和我说，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她。她走的时候啊，躺在病床上，浑身插满了管子，我心疼她，她还笑，安慰我说一点都不疼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她和我说，你要照顾我们的宝贝女儿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爱自己想爱的人，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兰兰，你妈妈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一定会为你高兴的。爸，放心吧，妈在天上看着我们呢，她现在一定很欣慰，因为我们战胜了所有的困难，过得很好。是啊，她一定会为你骄傲的。咪咪，我来接你下班了。你当初是怎么认识罗家小公子的？秘密。其实罗家小公子就是那个帮我们多次拦截陆景文信息的人吧？秘密。其实罗家小公子就是那个帮我们多次拦截陆景文信息的人吧？这你都知道？秘密。大家好，我是楚岚，一个曾经被渣男背叛、密友背刺的全职太太，同时也是一个在商场上雷厉风行、执行力爆表的集团董事长。站在这里之前，有人问我楚岚，你觉得什么是大女主？是像男人一样去战斗吗？还是在职场上杀伐决断？曾经我也以为女人是男人的依附，我依附于家庭，依附于所谓的良人。我以为只要我足够温顺、足够隐忍，就能换来现实安稳。但是很不幸，现实给了我最响亮的一记耳光，背叛、陷害、众叛亲离。当我的世界崩塌的那一刻，我才发现我的身后空无一人。足够隐忍就能换来现实安稳，但是很不幸，现实给了我最响亮的一记耳光，背叛、陷害、众叛亲离。当我的世界崩塌的那一刻，我才发现我的身后空无一人。但是还好，我开始相信我自己，相信我的能力，相信我的父母，相信真正爱我的朋友和家人。姐妹们，请记住，不要去做谁的附庸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不需要被定义，更不需要被保护。真正的安全感，不是名牌包，不是豪宅，也不是一个看似完美的伴侣，而是你银行卡里的余额，是你大脑里的智慧，是你无论跌倒多少次，
都能重新站起来的勇气。亏你还记得这条街。当然，这里可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